その日、人類は思い出した。奴らに支配されていた恐怖。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那最近呢 ，TP-Link 普联的飞流系列呢，加入一款新的 BE7002规格的路由器，就是这个 TP-Link 的 TL7DIA7299。一经发布呢，就广受关注。那这是首款搭载了联发科旗舰 SoC MT7988AV 的消费级路由器。不到1000元的价格呢，还能给你双万兆加4个 2.5G 加2个千兆。模具呢也是换了像素天线的飞流新款模具，各方面都拉到顶了。到底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一看吧。首先呢，我们过一下配置呢。7299的 SoC 是联发科的旗舰 7988A， 那4核的 A73 1.8G 赫兹 ，Core Max 的跑分是35279分，高通旗舰的 IPQ9570呢约为7988A 的126%。博通旗舰的 BCM4916呢，只有它的92%。如果按照 DMIPS 算力参考话呢，高通旗舰的 IPQ9570呢，约为7988A 的122%。那博通旗舰 BCM4916呢，就只有它的69%了。嘎嘎的暴力啊！结构方面呢，7988A 的内置了2路的10G 的 Mac 呢，其中1路接了10G 的 PHY， 那作为10G 的这个电口，那另一路呢接了外部的交换芯片，那作为该交换芯片的10G 上联，那引出了一个10G 的光口和4个 2.5G 口，最后呢再用自带的2个千兆的 PHY 呢引出了2个千兆口，那差不多相当于呢路由器自带的2个万兆口和2个千兆口，其中1个万兆口接了个带2个万兆口和4个 2.5G 口的交换机。这里需要注意一下7988A 的10G Mac 呢是 USXG MII 的协议，本身是为全双工设计的，也就是说呢，你看到它只有10G 带宽，实际上呢能同时进行10G 的发送和接收。双向都可以打满20G， 那不会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有单向5G 的带宽瓶颈。那无线方面呢，就是联发科的经典的 BE7002的配置的，与7260类似呢。不过呢，7299没用 RF 芯片集成的 FEM， 而是 2.4G 和5G 呢分别外挂了4到5颗高功率的 FEM 呢，配合 AI 像素天线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它待会的信号表现。那最后是存储方面呢，7299为1G 的内存加128兆的闪存的组合。那嫌128兆的闪存不够用呢，7299还有一个 USB 3.0 速率的 C 口。官方固件下呢 ，Windows 11的实测顺序读取能跑到 2.3 到 2.6G， 写入个稍微慢一点的能跑到 1.7 到 1.8G。日常使用也算是能够跑满 2.5G 的带宽了。唯一可惜的就是内存涨价呢，导致只有1G 的内存不过跑一些不太重的服务呢也没问题。接下来就到了无线测试的部分了首先呢，我们测试一下大部分用户比较关心的单台路由器的信号覆盖能力我们新搬入的工作室的总面积约180平，路由器放在了这个中间的过道相较于100元的 TP-Link 的7DIA6430呢，7299的信号确实会更好一些。隔了一堵承重墙走廊尽头这个7299的黄色呢能够覆盖的更广。北边的仓库呢和东边的大排热间的边边角角呢，6430发蓝的地方呢7299仍然很绿。那南边的办公室的7299呢也要更绿一些。隔了2堵的承重墙呢，西边角落的小排热间的6430大部分浅蓝色就深蓝了基本是处于很难用的状态了。而7299它居然是绿色夹杂的浅蓝大部分区域的可用性都还可以。最后是东北角的厕所呢，两者没有区别刷刷抖音还是可以的。那这个信号水平呢，主要是让人惊讶的。那左下角的小排热间的表现呢尤甚，要知道这可是隔了2堵的承重墙，那这其中1堵甚至能够抵2堵我们这个180平一台7299就快覆盖完全了这是塞什么黑科技呢？是有点厉害呀。
大家如果不是太离谱的户型呢，给一台7299放在家中建，应该就能够全覆盖了。当然，一些 big house 啊，就当我没说了。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延迟测试。我们在局域网内一台有线连接的 PC 上呢部署了桑葚 Apple TV 通过 Moonlight 隔了一堵承重墙去无线串流 PC， 模拟我们一般用电视串流电脑打游戏的场景。观看了一场30分钟的 DOTA 比赛呢，分辨率3840×2160，码率为150兆。从结果上来看呢，在上高地的激烈团中呢，大家既能花里胡哨的甩一堆，那7299的平均网络延迟都能保持在5毫秒以内，抖动保持在1毫秒以内，那整场游戏呢都没有丢了窃响，表现十分优秀。看完延迟表现呢，我们再来看一看30分钟附带的测试，7299在下载大文件时的无线稳定性。首轮测试呢，我们采用了英特尔的 BE1750X 作为测试网卡，贴件是华硕的老版鲨鱼鳍，测电的工况呢，室温是25度，只插了 SFP+ 待机8.7瓦。30分钟呢，很快跑完了，7299总体保持在2.2G 的水平。由于说我们测过程中会有频繁电磁干扰呢，所以说偶尔会有一些垂直下探啊，大家是重点看这个趋势。不必去过分纠结极端点位啊，我们用的 BE1750X 都能跑出这样的水平呢，大家应该比我们结果都要更好一些。所以我们说再掏出了联发科的 MT7927测一遍，那忽略前10分钟的频繁干扰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7299在10到30分钟的速度趋近一条直线啊，稳定跑在2.2G 的平台上面。此时的正面最高温度是50.6度，背面最高温度66度，12纳米的 SoC 和6纳米的无线芯片它就是凉快啊，此时只插 SFP+ 的满载功耗是16瓦。然后是功能性方面呢，那普联的固件特色呢，就像支持悠悠、雷神、奇优、游邦邦4种加速器，然后一些 QoS、WakeOnline、VPN、静态路由、PPO、PoE 服务器认证管理功能等啊，再就是商云、内网映射啊、云展等企业功能。消费级呢，差不多就是这些功能了啊。要策略路由、防火墙规则、Docker 等进阶需求用户呢，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下面的刷机部分。最后呢，就是刷机环节了，目前已经可以自由编译了。我们先来体验一下社区提供的支持原厂 U-Boot 的 Emoto WRT 的固件吧啊。普联刷机过程和华硕类似，有手就行啊。我们在软件升级中优先升级为 Debug 固件，然后上传 Emoto WRT 的固件包即可刷机成功。那刷完了闪存还剩了75兆啊，不过的话大家自己 C 口去外接一个 U 盘吧。那知道呢，你们就想要一个 Net 1啊，刷完就能开了。另外呢，7299目前只有开源的 WiFi 驱动，全靠7988力大飞专，那体验肯定是不如闭源驱动的。那至于后续各位大神能不能 PY 到闭源的 WiFi 驱动，我们就只能看后续了。那到这里呢，这台普联的7DR7299就全部测试完毕了。总结一下吧，那不到1000块钱你就能买到联发科的旗舰 SoC MT7988A。那作为路由来说呢，性能是完全过剩的啊。接口配置双万兆加4个 LM5G 加2个1000兆啊，无线信号跨了2堵承重墙依然可用，延时和稳定性呢也十分可靠，还支持开源刷机的6边形路由器啊。再看看香蕉派的BRI R4涨到什么程度了，你就能知道这有多超值了。更别提现在首发叠加各种返现呢，可能还能便宜个200块钱。当然，7299也有缺点啊，一是普联一贯的这个模具巨大啊，不过这个价位啊都是这样子。二是因为存储爆档的内存只有1G，要跑一些很重的服务的用户呢，可能不太够用。三是目前的 OpenWRT 的 WiFi 驱动呢，只能靠力大专飞，想用闭源驱动的话，还需要再等等。如果说你的预算1000，想买台旗舰路由器，那么普联的7DR7299绝对是你最值得买的路由器之一。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那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普联新出这款旗舰路由器7DR7299呢？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如果观众别忘点小拉点个赞，因为我们是全职 YouTube， 你们简单都很重要。如果想了解更多电脑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新公众号传个3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让在号文件付传国度数码。这是传课，我见过再见，拜拜。